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丽奇。今天是一期充满生机的节目，我要教大家如何在家里用最简单的方法栽培蒜苗、小葱和豆芽。你看，我准备了一些绿豆、小葱，还有大蒜。我们只需要准备一些最简单的材料，用最简单的方法，就可以让疫情在家的你享受自己种植的乐趣和品尝自己果实的味道。首先呢，我就来介绍一个蒜苗种植的水培法，其实特别简单。蒜苗啊，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种的植物。你看，大蒜准备好之后呢，我们把它一颗颗剥开，然后把皮儿去掉。如果你实在很懒呢，其实这个步骤都可以省略掉。区别就是，如果不剥皮儿，把大蒜直接放皮儿上，它的发芽过程会无比的缓慢。但是如果呢，你能替它把这个工作给做了，把皮儿给提前剥掉，那这个出芽的速度呢就会提升1倍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把矿泉水瓶的底端剪开，变成一个小碗状，然后把刚才的大蒜呢放在这个矿泉水瓶底下，一小格一小格的填满，让它们排坐。之后呢，再浇上一点水。好了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阳光处静待发芽了，简单吧？再来介绍第二种水培的方法，我们还是取一个矿泉水瓶，然后把它的上端剪一个比蒜底部稍微小一点的豁口，然后呢，把大蒜放上去，刚好不致落下，同时又能让它的根部接触到水，像这样。把瓶中灌满水，把大蒜放在上面，确保底部接触到水就可以了。把它放在阳光下，等待它的出芽效果吧。你看，我放了1周之后，底下才刚刚生出了根，而上面还丝毫见不到绿芽。这就是不剥皮的蒜，水培效果呢不是特别好。然后给大家看看10天、20天之后的水培效果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水培的大致进程呢比较慢。就是这样的一个进程，基本上30天你才能看到一盆非常旺盛的、长得非常高的蒜苗效果。那用土培方法就不一样了，很快，你看3天就出芽了，5天的栽培效果基本上就已经能长5厘米高了。1周之后，它就已经这样了。其实如果着急吃，这样就已经可以开始吃了。最后我要说一句，单纯的把蒜苗当盆景，效果真的不错。那么蒜苗除了可以做回锅肉之外，我今天再给你介绍一种做法，胡萝卜炒蒜苗。做法呢也是相当的简单。油热了之后呢，我们放一部分小葱的葱白和蒜苗的根部先炸香，然后呢炸得差不多之后，就把刚才切好的胡萝卜丝倒进来，然后就是不断的翻炒。记住，这道菜的秘诀就是一定要把胡萝卜丝给炒软，炒彻底熟透，这样呢，胡萝卜里面自身含的那个糖分啊，才能被炒出来。出锅之后呢，胡萝卜的甜配上蒜苗微微的辛辣清香，格外的好吃。出锅之前，我们再把剩余的蒜苗一把撒入。好了，你看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又美味呢？自家种的有机小蒜苗配上有机胡萝卜，这样一道美美的胡萝卜炒蒜苗，宝宝和大人都非常爱吃。下面呢，我再来介绍一下小葱的种植方法。我们买来的小葱啊是这样的，一板一板的，不用把皮筋去掉，我们就把它的根儿先切断，大概切成这样2厘米。没了根儿，剩余的小葱怎么保存呢？我来教你一个小方法。我们把剩余的小葱啊洗干净，洗干净之后呢，准备一张厨房纸。不用把它甩得太干，把这个小葱啊直接放在厨房纸里面，然后啊把它绑紧，再用刚才的皮筋儿把它束口绑紧。好了，就像这样就可以了，把它放进冷藏室里面储藏，需要用的时候直接拿来就可以吃了。那水培小葱的方法呢还是很简单，我们就用一个矿泉水瓶，把它呢从中间拦腰截断。其实啊，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小小的杯子状使用。接着呢，我们把刚才已经剪掉的小葱根部捆成一捆儿，
在刚才剪好的杯子当中倒上水，然后用一根牙签把刚才一捆的这个小葱啊，想办法固定架在这个杯子上面，这样呢就让它的根部接触水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太阳底下，静静等它长出新的小葱了。和蒜苗一样，土培法的小葱长得更快一些，1星期就能长成这样了。下面我来介绍豆芽的种植方法。首先，新鲜的绿豆要浸泡6小时以上，它冒出小小的芽芽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还是照例准备一个矿泉水瓶，把它的底部剪一些可以漏出水但漏不出豆子的小口子，然后把泡好的绿豆一点点的塞到瓶子里，大概塞一个薄薄1厘米厚瓶底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要想办法把它放在一个黑暗处，不能见光。然后每天大概每3、4小时淋一次水，像这样淋水，然后通过底下的小口，让这个水慢慢的渗出或倒出。用这个矿泉水瓶法放在温暖避光处，3天之后就长成这样了。一旦长出豆芽，你看第4天就变成这样了。我们还是要不断的给它滤水，但是一定要滤干净，确保豆芽在比较干燥的环境下避光生存。第7天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可以吃了。你看，豆芽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植物嘛。我们把矿泉水瓶给剪开，然后把豆芽给倒出来。你别小看这样小小的一个矿泉水瓶啊，倒出来的豆芽足足可以炒出一盘豆芽菜来。第2种豆芽的培植方法呢，就是利用蒸架和笼布。你看，我们找一个盆，然后家里面应该都有这种普通的蒸架吧，我们架在盆上，然后呢铺上一层笼布，把这个笼布啊最好浸润湿一点。如果你连笼布都没有呢，如果家里有这样的滤纸也是可以的。你看，像这样的滤纸，我们扎上一些小眼儿，能让它这个根从中生发，并且把水漏下去就可以了。那今天呢，我用笼布来做一个示范。把笼布铺上之后呢，就把刚才我们泡好的绿豆撒上去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同样的要放在避光处，让它慢慢生长。还是每6小时要浇一次水，然后提醒你，记得要把盆里的水啊尽量倒出来。这个豆芽如果底下有水的话，它会疯狂的长根儿，而不长上面的苗。那培育的方法3呢，也是换了一下容器嘛，变成了平时洗菜的沥水篮子。同样的方法，把泡好的绿豆放进去，然后上面蒙上一层布，让布时刻保持湿润。你看，第2天就发出小芽芽了。然后到了第6天，你就可以吃了。你看，这个时候的状态已经可以吃了。如果不小心发过头了，会是怎样呢？我们来看看第7天，哇，豆芽已经长得把我的盆子都顶开了，冒出了绿色的小叶子。你肯定会有疑问了，那这样豆芽是不是失败了呢？我告诉你，并不会失败的。长出了叶子，豆芽的营养依然是非常丰富的。这个绿豆啊，经过发芽之后，水溶性氨基酸、维生素的含量都大幅增加，同时呢，它还不容易胀气。我们把这个根部的须须剪掉之后呢，就这样收获了一满盆的豆芽。下面呢，我就给大家介绍一种豆芽的做法，非常的简单。我们首先呢，把豆芽啊过沸水中焯一遍。这样做的目的呢，是能去除豆芽当中的苦味儿，尤其是如果长了绿色小芽芽的豆芽呢，在口感上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苦。那经过焯水之后，就会避免了这个问题了。所以，如果你的豆芽发过了，千万不要把它扔掉，它的营养价值依然是非常高，而且炒出来一样非常好吃。
炒豆芽呢，我们放一些花椒和一点点的这个干辣椒炸香。炸香之后呢，就把刚才的豆芽倾斜倒出，然后不断的翻炒。中途呢，我们只需要加上一些米醋，还有酱油，一点点的生抽提鲜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就这样，一盘非常美味又营养丰富的炒豆芽就做好了。豆芽还能做什么呢？马上春天了嘛，还可以做春饼，用自己发的豆芽做春饼，那味道一定美极了。看完了本期视频，你来猜猜蒜苗、小葱、豆芽到底谁长得最快？赶紧留言告诉我哦，看看你的答案对不对。